谷歌 Colab 这个平台，相信很多同学都听说过。这个平台比较适合跑一些机器学习呀、大模型训练这些项目。今天我主要是想白嫖一下它的 GPU。谷歌的 Colab 平台给免费用户提供了一款英伟达的 T4 GPU，这是一款面向推理和轻量训练的数据中心级别的 GPU。谷歌没有说免费用户具体能用多长时间，要根据资源的情况来分配。但是免费用户一次最长不能连续使用超过12个小时。其实谷歌还算厚道的了，起码可以让你每天能用。你看阿里系基本就是提供一个固定的时长，一般是几十个小时。我知道大家一定想怎么能每时每刻都能用，这里吧我就劝施主们不要太贪心。怎能留得长远呢？施主，您是要留得长远呐？那倒也不能。今天我打算通过一个比较接地气的项目给施主们，给同学们讲一下怎么白嫖这款 GPU。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介绍过一个卡卡字幕助手，这是个不错的项目，但是可惜的是只能在 Windows 下运行。如果你的 GPU 不够强，跑起来还是挺慢的。前几天发现了一个项目，就是这个 OpenWebUI，就是有点年久失修，我修了修 bug。现在已经可以在 Colab 上完美运行了。下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们先打开谷歌 Colab 的网站，点一下 Open Colab 这个按钮。这里我们选择新建笔记本。我们点一下左下角的终端，就能看到控制台的界面。我们可以通过右上角的菜单来选择机器的类型。这里我们选择带 T4 GPU 的机器。我们看一下 GPU 的型号，是 T4 16G 显存。使用这个机器，大家要有一个概念，这个机器是大家共享的，随着你的连接断开，数据也会全部的消失，所以我们要在断开之前把数据存储起来。好在这个机器可以挂载谷歌云盘，我们可以把数据存在谷歌云盘上，如果需要处理什么数据，也可以从谷歌云盘来下载。我们点谷歌云盘的图标，允许笔记访问谷歌云盘。这样就算挂载上了，我们可以像使用本地文件一样使用谷歌云盘里的文件。下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需要字幕识别的文件上传到谷歌云盘，然后调用我的一键脚本进行识别。其实做我这类视频有一个尴尬的地方，就是会的同学不用教，不会的同学教不会。所以我就做一个尽量简单的一键脚本。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分析一下脚本，里面还是解决了不少问题的。比如说执行环境的打包，怎么提高效率。如果正常情况下大家部署这个项目，我觉得熟练的话也至少要10分钟，因为我算了一下，花在网络下载上的时间就要7分钟。但是我这个一键脚本可以在2分钟内准备好环境，执行起来。还是大大增加了实用性。我们先在谷歌云盘中准备一些数据。我们现在根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，叫 Whisper， 然后我们在 Whisper 下新建一个子文件夹，叫 MP4。我们把需要识别字幕的音频或者视频文件都放在这个目录里。这里我就把我上一期视频的 MP4 文件上传到这个目录里。然后大家访问我的共享链接，大家把我共享的文件创建一个快捷方式，在 Whisper 目录下。到此为止，数据就准备好了。我们下面就可以运行一键脚本来生成字幕了。我们现在就连接 Colab 的虚拟机，然后输入字幕识别的一键脚本，后面的参数就是视频或者音频文件的名字。大家没有看清的可以暂停一下。下面的所有动作就都是自动的了，大家可以不用进行任何干预。
这里是自动下载语音识别模型，这个模型会缓存在谷歌云盘上，下一次就不用下载了。语音识别模型下载完成以后，就开始了字幕识别。这里是正常的识别速度，我没有加速。我把后面的识别过程给大家跳过去了。这是最后完成时的提示。我们到谷歌云盘里看一下，有一个 Cache 目录，这个是语音识别模型的缓存。我们来到音频文件的目录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字幕文件已经存储在了和音频文件相同的目录。当然了，这个脚本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，比如说你想识别你硬盘中的学习资料，你可以这样写。这个脚本同样支持 Fast Whisper， 我们可以这样写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选择模型的大小，默认是中等大小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命令改成大模型。对于喜欢使用 Docker 的同学，我还特别制作了一个 Docker 镜像，这个镜像大概是8个 G， 比起原作者那个30多 G 大小的镜像来说，算是苗条的了。具体的用法大家自己看说明文档吧，比较详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觉得有用，可以收藏一下。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，也可以留言，大家互相探讨。